大家好，我们是慢好频道，我们会分享能帮助投资朋友的实用讯息，善用这些讯息，可以加速您达成财务自由的目标，希望您用心体会。倘若您是第一次到访我们频道，希望您可以将这部影片全部看完，理解美债实战系列的完整逻辑。如果您是慢好频道的老朋友，这集您可以看到美债台股库存段落，再善用影片时间轴功能，重点观看您感兴趣的段落，节省您宝贵的时间。如果您在我们分享讯息中有所收获，请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支持鼓励我们慢好频道。期待我们慢好频道能在股海实战中跟大家一起获利共好。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9集，影片制作时间是2024年12月5日。上集美债回档超过100万，近期美债有开始回血，我们来看看美债 ETF 实战的最新情况吧。我们慢好频道陪伴住各位一起走过美债的低谷，投资债券应该用年的尺寸来看绩效才是比较合适的。今年9月18日开始降息，理想上至少是2025年的9月底，再来检视美债所处的位阶，是不是还处在低谷，才是比较合适的时间点。也许在2025的9月底，美债已经有不错的获利表现了。倘若市场不小心迎来黑天鹅，意外的大幅回档，我们也将有不错的机会，可以把美债部位作为加码的现金，在股市低档的时候，转换布局到股票市场中，不怕意外的黑天鹅，才是布局美债部位最大的功能。10月底时，不少没布局债券的投资朋友建立欣喜的大酸有布局美债的朋友，看出这些债酸的举动，很难不把他们想象成短线投机者。要看坏市场很容易，蔡正元保证台积电看不到1000元，所以他停止不前，不愿承担投资风险，当然也就没办法参与台积电的成长，并从台积电赚上千元中来获利。看坏美债很容易，不过依然有不少人可以从美债中获利。诚如上集我们提到的正确观念，投资是一个很长的历程，即使您达到财务自由后，也不会就此停下投资的脚步。短期的波动并不是重点，长期待在市场，你有多少部位，才能有多少获利。部位越大，获利越多。100万部位待在市场，跟1000万的部位待在市场，甚至是1亿的部位待在市场，心理压力绝对会是不同等级的。做好资产配置，也就是股债平衡，我才敢安心放1000万部位在市场，每天都可以睡好觉。投资报酬率要求也不用高，每年能在市场稳取得6到 12% 合理报酬，生活其实就很好过了。6到 12% 的报酬率要求，回测任何一段投资期间，都有90%以上的极高概率是可以达成的。务实的目标，达成率才高。一开始先不要眼高手低，摸清楚自己的能力圈，再向 P/E 以上的高手看齐，并以超越他们为目标，来稳步的前进。我用美债 ETF 实战第5集，美联储降息前9月6号美债市值损益，来跟11月14日收盘价美债市值损益来做比较。债券损益从9月6日的赚119万1523元，回档到下图我们看到的赔25万1186元，美债部位回档超过150万。我美债部位损益最高的时候，是在9月11日左右，损益最好来到挣140万元。然后就是美国经济数据好，市场开始认为不需降息就经济，短短1半月的时间，美债 ETF 回档150多万元，等于把降息1码的涨幅全部都还回去了。这里是我美债部位截至12月5日收盘价的最新情况，从11月14日的负25万1186元，已经回血77万多，损益回到正52万3631元。上集我们回顾去年20年美国国债 TOT 是在10月23日见到底部，来到79元左右，以美债殖利率1码大约 5% 涨跌幅，9月降息2码的幅度算起来刚好差不多10元。上集我们推测89元理论上就是今年最低点了，如今看来，我们的推测还算是蛮准的，帮自己鼓掌一下。这里是我美债的库存清单，台股美债库存张数788张，美债正2号50正2一样是透过购买期货来达到美债正2的报酬。由于期货有正价差的损失机会，有逆价差的隐含配息获利机会，我研究美债正2的公开说明书，发现美债正2有机会吃到逆价差隐含配息，所以在降息循环中，我个人是愿意持有美债正2的。美债正2最大的风险就是不降息，确实现在也有这样的市场氛围，所以购买美债原型，利用质押来增加保险比例较好的方式。这段时间美债的回档，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，有配息领，相较正2完全没配息，还有不动的损耗，买美债原型加上质押，应该是更适合长期持有的方式。虽然我这么建议，不过别人研究的，通常自己不一定可以理解。建议您自己一定要做功课，并且自己踏出那一步，到市场上实战，并从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。由于投资的钱都是自己的，投资朋友要下单前，一定要自己认真研究，
买起来才会踏实，赔钱都是自己的决定，赚钱是因为自己认真做功课所赢得的投资报酬。我们知道，长期投资的道路上，唯有心安睡得住的投资方式，才能走得久，走得远。谈到资产配置，我有分享过薛老师这本好书，我们再快速带大家过一下股神默默在做的事，这本谈资产配置的好书。看完这本书，您可以了解到成功资产配置基础与操作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黑天鹅的频率会增加，移动到对的方向，做好准备，就可以在适当的时间点，做好适当的应对和布局。书中推荐美股市场，我们应该要知道，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市场了。巴神也说过，难道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适合投资吗？所以长期投资，我们首选美股。书中介绍资本配置和资产配置，资本配置是把钱用在刀口上，将资源用在最有效位置。资产配置则是投资组合要负相关，避开同涨同跌的危机。学会建立长期获利投资组合。股票部分，最简单的方式就买标普500或台湾50大盘型的 ETF。债券部分，建议使用美国710年期公债。至于配置比例是建议按照年龄来配置，比如说40岁的投资朋友，就建议配置 40% 的债券部位， 60% 的股票部位。随住年龄的增长，债券部位可以慢慢的加大，降低股票部位，减少投资组合波动，让投资更安心。透过美国标普500比如RU，以及美国7到10年期公债比如 EF， 进行股债共舞，上下平衡的配置。即使在2008金融海啸大盘跌50%的情况下，股债各半的投资组合仅下跌 16%， 资产再平衡。因为没有一个资产可以永久独领风骚，每年度需要资产再平衡，纪律性的逢高减码，维持股债设定的比例。谈到风险控管的话，安杰丽娜·裘丽示范了一个最佳的例子。我们都知道风险，多数人是选择逃避。倘若我们知道风险，早一点行动就可以降低风险。学习资产配置，提早防范黑天鹅的到来，我们有很高的机会可以持续立于不败之地。最后我们小结这本书，资产配置是一个进可攻，退可守的好策略。由我个人存股心法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不谋而合。投资要成功，资产配置占 91%， 选股能力占 5%， 进场时机占 2%， 其他仅占 2%。 由此可知，敢不敢放大部位下去投资，本大利小利不小，资产配置可以起到非常大的帮助。不要为了逃避风险，把多数资金变成闲置资产。只要敢放大部位下去投资，时间复利会把微小的报酬率差距放大成倍数的成长。投资就像减肥，比纪律，比耐力。只要懂资产配置，有很高几率可持续立于不败之地。使用资产配置，必须知道我们布局20年美债，是因为升息循环已经到了尽头。如果在降息循环，布局长债不仅可稳稳零股利，幸运的话还有机会赚到价差。不过，倘若时空背景回到2021年，这时美国基准利率是0，假使通膨不失控，也不太可能一直维持零利率，正常的通膨率约莫在 2% 左右。钱放银行一直被通膨吃掉，这样就没人会想要把钱放在银行，这样金融秩序一定会有问题。所以美联储迟早会缓步升息，来解决大家都不想把钱存在银行的问题。在升息循环中，基准利率上升，美债殖利率就会同步上升，与美债殖利率成反比的债券价格就会往下，越长年期的债券价格会跌越深。所以在股债布局的资产配置中，为了降低股债配置组合中的波动程度，使用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来取代20年期的美债 ETF， 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。这个观点是从缺优上老师的书中学到的。使用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， 波动度降到20年期的一半。在遇到类似2022年暴力升息，导致股债双杀的情况，股债平衡的资产配置组合，可以在投资组合中有效的降低投资组合下跌的幅度，将美债防守的威力确实的发挥出来。这里是标准股6债4组合的绩效表现。如果您可以承受全股票部位的波动风险，全部投资股票，投资报酬率一定是最好的。不过现实是，嘴巴说我可以承担波动的投资人，波动或回档一来，马上变成另一个人。近期美债回档，就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仔就跑出来了。我们来听听美债投机仔遇到回档的说法：买美债不如直接定存。美债怎么这么垃圾？美债留还是跑？美债算盘是骗局吗？连美债都要把它当成短线来做。事实证明，不是每个投资人都能做到长期投资，喜欢短线跑来跑去。我曾经问家人有没有单一档股票赚超过10万元，更不要说是一档股票赚超过100万了。其实一档股票赚超过10万元，绝对不是困难的事，但是对于喜欢短线跑来跑去的投资朋友，可就不见得容易了。我归创在2017年以82元进场，现在200多元，不止价差赚超过10万，
其实从2017年累积至今，归创为领到超过90元的股利，也是我零成本存股达标的股票之一。不过能像我一样，耐心持有一档股票超过8年，可能不是很多人做得到。长期投资，拥有耐心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家人玩股票10多年，一档股票赚超过10万元都不曾达到，所以我劝家人，与其在股市里跑来跑去，不如跟着我存股来资产累积。多少部位需要进行股债配置？我建议新台币500万以内先不用考虑债券，当股票部位到达新台币500万之后，再考虑开始研究美债。练习股债平衡系统，在子弹的运用上 ，CP 值应该会比较高。一旦布局部位超过新台币1000万后，想必对股债平衡系统已经熟悉了，可以很上手的进行股债平衡系统，这是不错的循序渐进方式。股债平衡的资产配置，最受欢迎的配置比例是股6债4，使用股6债4的资产配置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股6债4策略有申报到现在，平均报酬率达到 14.8%。我们建议保守一点，将平均报酬率打个8折，以10到 12% 平均报酬率来估计。倘若每年能稳定有10到 12% 的投资报酬率，资产将惊人的以每6到7年翻1倍的速度，快速的增长。您的资产将可快速累积，大幅缩短财务自由的时间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